有缘人又见面了。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否曾好奇过，世界上真正有钱的人是如何教育孩子的？虽说各类富二代败家的事情满天飞，但事实的概率真的如此吗？别急，听前先点赞，你会越来越有钱。有一部纪录片《穷人与富人的人生7年》，导演用49年跟拍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每7年记录一次他们的生活，从7岁到56岁。最后导演揭示了一个事实：富人的孩子将来还会是富人，而穷人的孩子多半还会是穷人。这部纪录片证明了贫穷和富有的差距从小就已经决定了。那为什么跟我们一般所见媒体里面的富二代不太一样呢？许多时候，这是一种信息偏差，因为富二代们的关注度往往要高于普通人。巴菲特的儿子花天酒地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不学无术，这2个新闻大多人都会关注前者，所以造成了大家总觉得往往富人的家庭教育不出优秀的后代。可事实总是残酷的，人家不仅比你有钱，还比你勤奋努力。特别是在赚钱方面，有钱人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只有钱，但不会生钱，再多也无济于事。同时，决定孩子未来贫富的关键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尤其是父母从小就传授给孩子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到底被传授了什么样的知识？懂得了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金钱管理方面，他们做对了什么，使他们在长大后比普通人有了更大的成就？上面所说的纪录片揭露了贫富差距背后深刻的教育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念和人生规划，决定了他们未来的道路。富人的教育方式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塑造，这些都在无形中推动了孩子的成功。可见，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一代人的未来。其中，这8条财富的内功心法是传承的重中之重。第一，承认金钱的重要性。那些白手起家的富人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对金钱秉持着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在他们眼中，金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也往往成为他们传授给自家孩子的第一课。家境优渥的父母们通常都会十分大方且坦然地承认金钱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他们会耐心且诚恳地告诉孩子，金钱从本质上来说，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工具罢了。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工具，倘若能够被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它所发挥出的能量是超乎想象的。凭借它，人们可以去换取诸多美好的事物，无论是漂亮的衣服、精致的书籍，还是舒适的居住环境等等，更能够助力人们去打造出自己心心念念、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然而，反观那些处于经济相对拮据状况下的穷人，情况却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金钱这个话题避而不谈，甚至会在有意无意间将金钱妖魔化，固执地认定金钱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好像只要沾上了金钱，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这种片面且消极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得孩子们在成长的漫长过程里，习惯性地去忽略经济生活方面的诸多事宜。长此以往，他们的生活品质自然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只能在困窘的状态里徘徊。
第二，培养社交和影响力。在人际交往的广阔舞台上，把话说好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交能力。它意味着能够用恰当的言辞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让交流变得顺畅且愉悦。而影响力则是一种更为独特且强大的能力，它体现为可以改变他人思想和促使他人付诸行动，宛如一种无形却有力的磁场，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人。对于那些渴望挤进富人圈，想要在更高层次的社交领域中崭露头角的人来说，这两种能力可谓是至关重要的敲门砖。要知道，人的一生之中，真正能够遇到的机会就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流星般有限，稍纵即逝。而出色的社交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恰恰就像是两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打开那扇原本紧闭着的、藏着诸多宝贵机会的大门。一旦踏入这扇门，或许就能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精彩人生旅程。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许多已经身处富人阶层的家长，十分注重对孩子这两方面能力的培养。他们常常会在孩子年纪上小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出席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在那些或庄重或热闹的场合里，孩子们可以耳濡目染，学习如何说话才能得体大方，怎样与人交流才能展现出自己的魅力与素养。而这种从小开始的培养，就如同在孩子的成长之路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颗名为社交能力与影响力的种子会生根发芽，让人一生都从中受益，为他们未来走向成功稳稳地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学会花钱。在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里，勤俭持家一直被奉为圭臬。人们总是觉得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尽可能地存起来，储蓄就是最为稳妥、最为正确的做法。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中，多省一点，多攒一点，庞富成了积累财富、保障生活的不二法门。然而，倘若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去审视这种做法，就会发现它或许并非那么明智了。要知道，随着岁月的缓缓流逝，经济环境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货币的价值也在持续地发生着改变，并且往往是呈现出不断贬低的趋势。就拿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物价在悄然间逐步上涨，曾经花几块钱就能买到的生活用品，如今可能需要10几元甚至更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只是一味地把钱单纯地放在银行里储蓄起来，不去做其他的规划，那么货币购买力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回首20年前，那时候所积攒下来的一笔看似颇为丰厚的财富，放到如今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可能仅只能买到现在市场上一小部分的资产了。比如说房产，过去一定金额能购置一套宽敞的住宅，可现在同样的钱或许连首付都不够了。由此可见，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依赖于传统的储蓄方式，而是要积极地去学习如何进行有效投资，探索如何把钱用在那些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地方，这样才能让财富更好地保值增值，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坚实的保障，这显得尤为重要啊。富人教育子女如何明智花钱，而非仅节约。他们理解钱的真正用途是投资，是建立一个持续创造收入的资产组合。
正如船的目的是航行，钱的目的是流动和增值。通过投资，每一分钱都能变成赚钱的工具，形成良性循环，使财富不断增长。因此，培养正确的花钱观念，学会投资，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和企业。通过明智的投资决策，可以保值增值，应对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长期增长。第四，不要拒绝欲望，而是要善用欲望。曾有一位在业界颇为著名的作者，怀揣着强烈的探究欲，想要深入了解普通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思维与行为方式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之处，于是精心设计并开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挑选了2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个来自普通家庭，另一个则出身于富裕家庭，然后将他们带到了热闹非凡的商场之中。在出发前，给每个孩子手里都放上了10块钱，让他们可以自由支配去购买心仪的物品。只见那普通家庭的孩子进入商场后，先是在各个货架前仔细地打量着商品的价格，经过一番权衡后，最终选择买了一支冰淇淋和几包零食。整个过程中，他时刻留意着手里的钱，小心翼翼地确保所花费的金额不会超过那仅有的10块钱预算。而另一边，富家孩子一进商场就被一个标价20块钱的大熊碗吸引住了目光，满心欢喜地指着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一定要买下来。作者见状，赶忙耐心地告诉他，手里的预算是不够买下这个玩具的呀。可这富家孩子哪听得进去，顿时哭闹不休，那架势庞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般。此事一经传开，不少人都觉得这富家孩子就是被宠坏了，太任性不懂事。但若是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减法与加法的故事。就好比大多数普通人每个月收入3万台币，往往就会选择规规矩矩的在这3万台币的范围内去安排生活开销。这在大众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然而，富人却不会这样做，即便他们起初手头也只有3万台币，可他们的目光不会局限于此，而是会不断地去寻觅更多的赚钱机会，通过做加法的方式，逐步提升生活的标准。其实啊，那个富家孩子看似无理取闹的行为背后，只是因为他还缺乏正确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倘若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得到恰当的引导，等他们长大成人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运用加法思维，巧妙地借助欲望的力量，去不断提高生活的品质。毕竟，富人从来都不会轻易牺牲自己的欲望，而是善于把欲望当作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激励自己持续不断地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标准呢。第五，从小累积商业概念。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很少有机会去真正接触金钱，以及了解赚钱背后的那些事儿。父母们出于对孩子未来的期许，通常都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现阶段只需一门心思地专心读书就好。庞福读书就是通往未来高薪生活的唯一可靠出路。在这样的教育观念引导下，孩子们的注意力全都聚焦在了书本知识上，对于外面商业世界的运行逻辑、赚钱的门道等几乎一无所知。也正因如此，当他们长大步入社会后，为了能够获得一份高薪工作，很多时候不得不去选择从事那些自己内心其实并不喜欢的工作。
他们往往只是机械地遵循着既定的职业道路，按部就班地努力着，可内心却时常感到迷茫与无奈。追根溯源，就是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对商业概念的认知与培养呀。然而，反观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从小就被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商业认知，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中耳濡目染，早早的就开启了对商业世界的探索之旅。就拿香港首富李嘉诚来说吧，在他的孩子还处于年幼懵懂的阶段时，他便开始给孩子们讲述经商之道，传授生意场上的智慧与经验了。甚至当孩子们上小学的时候，他还会带着他们前往公司的董事会，让他们亲身去聆听公司高层们开会，近距离感受商业决策的形成过程。还有 LVMH 集团总裁同样十分注重对孩子商业素养的培养，他会让孩子们很早就接触商场上各种各样的套路，比如亲自给孩子们讲述自己争夺股权以及收购对手时的种种经历，并且他以合作伙伴的方式与孩子们相处，一家人时常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整个集团的经营方向等重要议题。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这些富家孩子们相较于同龄人而言，拥有了更高层次的商业认知，就好像在玩游戏时提早遇到了大 boss 一样。虽然挑战巨大，但也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提前去制定成功过关的策略，为未来在商业领域大展身手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六，学习长期主义。我看过一个财商调查问卷，其中2个问题是：面对3000万现金和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你会选择哪个？76%的人选择现金。如果你知道40岁前能赚到3000万，再选择一次，你会怎么选？此时只有29%的人选择现金，大部分人选择哈佛录取通知书。这个测试说明，大多数人根据短期主义做选择，在不确定未来时，更倾向于眼前的既得利益，比如为几百块钱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但其实，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自身的成长速度，即使有3000万现金，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财知识，也可能被世界以各种方式收割。相反，如果有过人的认知，即使身无分文，也能创造财富，最终身价与认知相匹配。比尔·盖茨说，人们往往高估自己1年内的成就，却低估5年后的发展，这说明多数人缺乏长期主义。只有长期深耕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才能在未来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第7，放任孩子自己理财。不少父母总是忧心忡忡，担心自家孩子不懂得如何管理金钱。他们害怕孩子一旦手里有了钱，就会毫无节制地胡乱花销，更怕孩子因为对金钱缺乏正确的认知，在物欲的诱惑下，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误入歧途。基于这样的顾虑，这些父母在日常生活里很少会让孩子自己拿着钱去购买东西，总是把孩子的一切花销都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是存在误区的，是不正确的。教育专家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发现，6至12岁这个阶段，对于儿童理财观念的培养来说，堪称是黄金时间。在这个时期，孩子的认知能力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更多好奇和探索欲，其中当然也包括对金钱的认识。如果在这个关键阶段，
父母总是刻意的不让孩子接触金钱，不让他们亲自去管理和支配哪怕是少量的钱财，那么孩子对于金钱的概念就会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即便他们日后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在理财这方面依旧会像是一张白纸，缺乏应有的理财意识，不知道该如何合理规划收入，把控支出，更难以让手中的财富实现保值增值。这就好比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河流的孩子，又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流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富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选择了大胆放手。他们深知理财观念培养的重要性，会让小孩从小就开始管理自己的金钱，锻炼他们的理财能力。就拿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来说，他在4岁时就已经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勇气，开始做起了人生的第一笔生意。到了11岁的时候，更是涉足股票投资领域，早早地开启了自己的理财之路，为日后的财富传奇奠定了基础。第8，赚钱最好的方法是帮助别人。有钱人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赚钱最有利的方法在于解决别人的问题，问题越大，收益越高。穷人通过时间和努力获得报酬，而富人注重解决问题本身。例如，在投资银行，你的付出和时间帮助老板解决问题，你的工资由老板支付。但如果你用同样的技能去解决更大问题，如帮助更多人理财投资，你获得的是每个客户支付的报酬。比尔·盖茨只发明了一个软件，却非常富有，因为他帮助全球用户在家自由工作。Uber 链接用户和商家，帮助司机找到客户，方便用户叫车。马斯克成为首富，因为他解决了全球性的环保问题，发明了新能源汽车，减轻地球污染。如果你想赚更多钱，就要发现更大的问题，帮助更多人，提供更多市场价值，并以这个价值换取回报。知识付费行业通过解决市场细分问题获得高额回报，如线上咨询、自动化课程、直播课程。通过提供他人所需的价值赚取收入，这是适合普通人创业的模式。通过这8件事，富人不仅教会了孩子如何管理金钱，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和成功。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他们财富传承的关键。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教育方式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在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成功，或许可以从这些富人的教育方式中找到一些启示。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如果你有所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